周医生跟我摊牌那天，我才刚查出来怀孕，手里的化验单还没来得及拿给他看。周医生坐在沙发里，态度冷硬地告诉我，半年前他出轨了，现在外面的那个女人怀孕了，他想留下这个孩子，这样就得跟我离婚。我怀疑自己的耳朵是不是听错了，可询问的话还没说出口，周医生已经料到我想说什么。他看着我的眼睛，面无表情地告诉我，你没听错。心像是被针扎过，密密麻麻的疼蔓延开来，我几乎就要站不稳。我从来都没想过我的婚姻会出现问题。周医生长得很好看，可他性子冷淡，人也慢热，在学校时更是赫赫有名的理科学霸，喜欢他的女生有很多，为我锲而不舍地追了2年才把他追到手。我是真的很喜欢他。在一起后，虽然大多数时候都是我找他，但他也理所当然地习惯了我的存在。大学毕业后，我俩就扯了证，恋爱3年，结婚2年，在一起不过才5年的时间，他就腻了。我接受不了这个事实，抖着手从包里拿化验单，想要告诉周医生我也怀孕了。拿到一半，我突然停住了手，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落下，拿出来又能怎样呢？扪心自问，出了轨的周医生就算同意回归家庭，继续跟我过日子，我还愿意吗？我不愿意。我觉得他恶心，无比的恶心，似乎是害怕我的纠缠。说完离婚，周医生就拿着钥匙出去了，没再看我一眼。一直到第2天上午他才回来。我窝在沙发上哭了一夜，也想了一夜，我始终想不明白周医生为什么会出轨。作为职场新秀，周医生打理着渐渐走向没落的家族企业，也是因为他的接手，这2年生意明显有了起色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他忙得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，白天工作，晚上应酬，早已成了他的常态。忙成这样，他怎么还能抽空出了个轨？周医生回来后就站在玄关处，双手抄都静静地看着我。他一点儿也体会不到我的绝望。我在沙发上跟他对视，即使双眼肿到就剩下一条缝。也不知过了久，我听到他说，哭够了吗？哭够了吗？回想在一起的这5年，偶尔发生争执，不管过错方是谁，我总是最先妥协的那一个，他从不曾哄过我。我的一厢情愿到现在已经成了犯贱。我从沙发上挣扎着站起来，小腹处传来细密的疼痛，我选择性忽视，只抬起下巴问周医生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出轨？认识7年，在一起5年，昨天晚上我幻想过无数种周医生跟我说离婚的理由，只要不是出轨，任何一种我都会原谅他，可偏偏他就是出轨了。周医生淡淡的别开眼睛，眉目间有几分不耐，没有为什么，李如阁，缘分到头，咱们好聚好散不好吗？好一句缘分到头，好聚好散。在这一刻彻底心死。我在周医生错愕的目光下点头。好，我艰难地扯了扯嘴角，咱们离。因为我的同意，离婚的路可谓一路顺畅，连双方家长都没通知，我俩就领了离婚证，和领结婚证时一样急促。周医生作为过错方，给了我很大一笔赔偿金，连家里那套房子他都送给我了。结婚2年，他的行李只收拾了半天。我看着他拎着行李上车离开，全程没有回头再看一眼。5年，我想就算是养一条狗，多少也有感情了吧。周医生狠起来是真的狠，也正是因为如此，我突然想看看他出轨的那个对象到底有多好，竟能让周医生做了自己生平最不耻的出轨男。我到底是忍下没去看。既然已经离婚，互不打扰是对曾经感情最好的尊重。离婚第2天，我收到了周医生妹妹周苗的微信，她问我跟他哥一起回家的那个女生是谁。这句话后面还带着3个捂嘴偷笑的表情。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半天，终是释然。我回，是你的新嫂子哦。回完这条微信，我直接删除了周苗的微信。周苗向来不喜欢我，发这条微信过来也是故意让我心里不舒坦，我岂能如他所愿？我没有做单亲妈妈的勇气，于是在离婚第3天去医院预约了无痛人流手术。年过半百的妇科主任板着一张脸告诉我，这个手术得有家人的陪同。家人在这个城市还真没有，但谁还没有几个好朋友了？手术那天，我叫上了闺蜜陪同，临近手术室，闺蜜突然拉住我的手，她满脸担忧，如，你会后悔吗？会啊，我知道答案的，可这个答案有2种，无论哪一种都是痛苦的。出院后，我去公司辞了职。我来这座城市是为了周医生，如今要离开也是因为他。仔细想想，在前半生短暂的青春岁月里，我几乎都在围着周医生打转。难怪他会厌烦。自己的身体自己珍惜。我在家休息了1个月，
临走时也将房子委托中介挂了出去。在我收拾好行李，准备坐上飞机的前2个小时，周医生突然打来了电话。离婚1个多月，我俩可谓是断得干净，根本不存在再联系这一说，更不要提是周医生主动联系。我犹豫片刻，还是接通了电话。喂，周医生平淡的声音隔着话筒传来，你要卖房子？我一愣，下意识地反问，不能卖吗？话筒那边一阵静默，良久，周医生才冷冷道，随你。说罢，便挂断了电话。周医生是不是还觉得我会像以前惯着他的脾气？可笑！我面无表情地盯着手机看了一会儿，在离开之前走进附近的营业厅，注销了号码。今后我不想跟周医生再有任何联系。我出生在一个小县城，这里的发展速度比较慢，生活也不像很多城市那样快节奏。年过80岁的奶奶在看到我的那一刻就紧紧拉住我的手，一遍遍看着我，嘴里还不停地数落着我不好好吃饭，又瘦了许多。我放慢了脚步，踏着夕阳的余晖，笑着跟她一起回家。一如少时，看着奶奶花白的头发和佝偻到直不起来的腰背，心酸突然后知后觉地在心头蔓延。我追逐在周医生身后的那许多年，我至亲的奶奶是不是也数次徘徊在村口，等着大巴车上是否会走下来她熟悉的那道身影？我是奶奶一手带大的，跟父母的感情并不深厚，这次离婚回来我并没跟他们打招呼。在我回来的第12天，隔壁邻居拿着手机来找奶奶，他看着我的目光有些复杂，我瞬间明白，那是我父母打来的电话。奶奶将电话递给我时，电话那头的女人正在愤怒地咆哮。我面无表情地挂断电话，不出1分钟，电话再次打来，我刚喂了一声，那边咆哮声顿时比刚才的还大。我再次挂断电话，如此4、5次后，电话那边的女人终于平复下了心情，她不再高声咆哮，只是让我给她我的新电话号码。她说离婚那么大的事我都不跟她说，我脑子里在想什么？我抿了抿唇，淡淡地告诉她，在想我离婚将近2个月了，你这次想起我的时间比上次短些。那边一哽，再没有了声音。我小时候家里条件很不好，父母生下我后就决定出去闯闯，把我丢给了奶奶。过了几年，他们是赚了些钱，可他们身边也有了新的孩子，我多了一个妹妹。多了妹妹的理由是因为我跟他们不亲近。后来暑假期间，他们也试图把我接到身边培养感情，那时候妹妹6岁，我11岁。那个年纪的我已经不屑于跟小孩子争夺玩具了，可我那个统共也没见过几次面的妹妹，却对我满是敌意。我将她胡乱扔在沙发上的芭比娃娃顺手放在桌子上，等父母下班回来，那些巴巴娃娃却不知为何有的缺了胳膊，有的少了腿。妹妹抱着芭比娃娃撇嘴闷着声哭，她是知道的，她这样更惹人疼。父母看向我的眼神复杂，我努力辩解说不是我做的。至今我仍记得那一刻的无助。母亲摆了摆手，态度敷衍地说，行行行，我知道不是你做的。转头她就在以为我听不见时跟父亲说，这个孩子怎么被你妈教成了这样？父亲不说话，显然也默认了那件事就是我做的。后来他们买回了更多漂亮的芭比娃娃，锁在一间杂物室里，那里的钥匙只有他们3个有。我对海鲜有些过敏，奶奶记得最是清楚，家里的餐桌上从来不会出现海鲜类的东西。在我来之前，奶奶还叮嘱母亲不要让我碰海鲜类的食物，母亲点头应下了。可在我来到他们家的第3天，我因为一碗海鲜粥去了医院，在急救室里我几乎无法呼吸喘不过来气时，却听到了一门之隔父母聒噪的争吵声。母亲说，我怎么知道他海鲜过敏？父亲的声音有着无奈，妈来的时候不是跟你说了？他说那么多事我怎么记得住？母亲的声音有些尖锐，再说了，他都那么大了，自己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，他自己不知道吗？我看他就是贪嘴，妹妹要吃，他要是不吃不是亏得慌。而今他们这般生气，大约是觉得之前他们看不上眼的周医生已经成了商场的后起之秀。我放走了能给他们在生意带来便宜的金龟婿，不然他们怎么能想起来跟我打电话？大约是姿势体大，我的父母竟然在当天晚上赶了回来。跟在他们身后的还有我那个上大学的妹妹，我俩视线相对，她眼里的幸灾乐祸甚至还没来得及收。2年多不见，父母看上去老了很多，眼角的皱纹不笑时看过去也很清晰，法令纹也深了许多，尤其是母亲的面相，看过去竟有些刻薄。母亲并不理会奶奶兴高采烈的问候，而是冷冷地向我瞥来一眼，她还没来得及坐下，就怒斥道，李如阁，你翅膀硬了是吧？离婚那么大的事，居然也不跟我们商量。奶奶震惊于这个消息，看看她，又看看我，
嘴角嗫嚅几下，到底没说什么。我自知亲情浅薄，心里并无波澜，只撸着怀里的狸花猫，不语。母亲最是见不得我这副模样，她声音陡然尖锐起来：“李如阁，这就是你对你亲妈的态度，简直毫无教养，怪不得你婚姻会失败。你……”眼见他越说越不像话，父亲突然伸手拉了拉他，他啧了一声，神情似是不满：“你真是气昏了头，怎么能这么说孩子？”母亲自知失言，也拉不下脸跟我道歉，冷哼一声，别过脸去。父亲也有些为难地看着我，那表情好像是要我去跟母亲道歉。啊，被骂的那个是我，我还要去道歉？凭什么？当子女的难不成生来就欠父母的？奶奶端来茶水，小声跟父母说，有什么事要好好跟孩子说。母亲有些嫌弃地看他一眼，你知道什么？我看李如阁那么大胆子，都是你惯出来的。他惯是爱把奶奶当作出气筒，为了家庭和睦，奶奶从来都是默默忍受。我将怀里的狸花猫放在地上，看着他迈着小碎步远去，才转头看向父亲。我问他，你们怎么知道我离婚了？父亲讪讪笑了下，小周给我和你妈打了电话，说这段时间联系不到你，有些担心。我抿了抿唇，突然觉得好笑。出轨的是他，先提离婚的是他，说缘分到头，好聚好散的还是他。我不纠缠，既然离了，没有孩子的牵制，我必定是要同他断干净的。可他这又是在犯什么贱？母亲还在那里絮絮叨叨地说着周医生怎么好，每说周医生一点好，还要意有所指地说我性格差劲，周医生肯包容我就不错了等等。我手里捧着水杯，小口小口地抿水喝，等一杯水喝完，他把关于我之前的旧账也翻得差不多了，最后得出一个我脑子不正常的结论。是啊，但凡脑子正常，也不会在陪周医生苦了5年后，在他终于迎来甜时同意跟他离婚。不管母亲怎么恶语相向，我跟周医生离了就是离了，万没有后悔的余地。在哭了一夜没得到只言片语安慰的那日，我幡然醒悟，余生还很漫长，何必浪费在一个不爱我的人身上。最后母亲得出结论，周医生在商场上的势头如日中天，这个商场新贵今后有着无限潜能，我绝不能就那么轻易的跟他离了婚。他们说就算离婚，周医生公司的股份最低也得分我个10%左右。我按了按隐隐泛痛的眉心，打断他们的商议，说够了吗？父母亲同时转头看向我，我懒得转弯抹角，淡淡道，说够了就走吧，趁还能买到回去的票。母亲瞪着眼睛，好半晌才指着我的鼻子再次破口大骂，他骂我是养不熟的白眼狼，骂我生性凉薄。我瞥他一眼，站起身走了出去。凉薄会遗传，而我的生性凉薄遗传自他们，怪不得旁人。我在镇上找了间旅馆住下，刚安顿好，周医生就打来电话。我看着那11个熟记于心的数字，犹豫片刻，还是没接。周医生并不气馁，很快打来了第2个、第3个。在他打来第7通电话时，我接通了。电话那头没有声音，只有周医生平稳的呼吸声。我也不说话，垂眸看着不断变动的通话时间，等它变成2开头，我打断沉默。缘分到头，好聚好散，这话是你说的。我没有跟前夫藕断丝连的习惯，周医生，不管是什么事，都别来找我了。那边依旧是沉默，我没想着等周医生的回答，挂断电话后，顺手将周医生拉到了黑名单。闺蜜说的没错，垃圾就该在垃圾桶里待着。婚姻尚在时，周医生也没见得有多好，现在都离婚了，又来草什么一往情深人设，不觉得虚伪吗？我了解我的父母亲，他们从苦日子里过来后，就特别不想再过回去，不然也不会造就我与他们的不亲近。这次回来，他们大概连1周都住不到，我不想见他们，唯一的办法就是不回去。我将手机关机，在镇上的旅馆里住了7天。第7天的傍晚，奶奶拄着她那根破旧的拐杖，蹒跚着步子找到了我。这个年过80的老人迈着小碎步从村里一点点找寻到了镇上。我甚至能想象得出他一路问询找过来的模样。奶奶花白的头发被残阳照出晨光，统共也没剩下几颗牙的嘴在冲我笑着。她说，小如阁，他们走了，奶奶接你回家。恍然想起少时，我下了夜自习，无论多晚，她都会在村口等我回家。我以为我历尽千帆，该是过了哭哭啼啼的年纪，可那一刻还是没忍住泪如雨下。我跟奶奶回去后，才把手机开机。不出意外，父母亲2人在微信里发给我许多小作文，话里话外都是在怒斥我的不懂事。我根本懒得点开看。周医生也用陌生的手机号发来了信息，大抵意思是让我好好生活，他这次只是想确认我的安全，毕竟我们也是夫妻一场。
今后他不会再找我，我们各自安好。后面又说他今后每个月会给我一定的生活费。我没将那句话放在心上，卡里7位数的余额给足了我底气。我想看山河辽阔，想看山川湖泊，也想看日出日落。带着奶奶旅游的第2年，我在他乡遇到了高中时期的一个学长。我依稀还记得当年他成绩很好，为人却沉默寡言。我跟他的接触不多，只知道曾有那么个人。后来我们也在同一所大学，也不可避免地见过几面，到底只是点头之交。他背着相机，带着简单的行囊，也在奔走旅游。他乡遇故知，再加上我俩下一站要去的目的地相同，索性结伴而行。学长话不多，尊老爱幼，也会察言观色，更会哄老人开心。奶奶很喜欢他。夜晚，我跟奶奶一起躺在床上，透过天窗看窗外的繁星。奶奶突然道：“小苏那孩子挺好的。”我明白奶奶的意思，遂干巴巴地笑了2声，是挺好的。在儿女情长方面，老年人的心思总会格外敏感些。可我与学长虽志同道合，却有难以跨越的鸿沟。我欣赏他，并不代表我喜欢他。我猜他该是同我一样。奶奶上了年纪，每到一处地方，总要先休息2天才能缓过来。如此一来，我便担心会耽误到学长的行程，总想着让他先走。对于我的提议，他并未拒绝，只道下一站再分开不迟，我也想在这里多住几天。烟雨江南，古镇景色美若一幅画。身处此等美景，我心情明朗许多，便没忍住多看了学长几眼。同周医生那种张扬的长相不同，学长五官虽也是棱角分明，看过去却平添几分柔和，书卷气息很重，打眼一看就觉得他是个很好相处的人。察觉到我的视线，学长儒雅笑了了下，远处层峦起伏的山川映在他黑眸里，给人一种豁达的感觉。古镇小道弯弯绕绕，绵绵细雨激起几层稀薄的白雾，这般景象恍如仙境。我同奶奶说想出去走走，奶奶言上了岁数，不愿多走。她跟镇上与她年龄相仿的老太太同坐一处屋檐下，他们彼此说着绕口的方言版普通话，也不知对方听没听懂。说到兴头上，自己忍不住先笑开了，而后他们几个便笑成一团。我站在不远处看了一会儿，身后的脚步声由远及近。我侧手看去，朦胧烟雨中，青年手执玉骨油伞缓步向我走来。他在我身旁站定，潇潇肃肃，风姿特秀，是我从来都不曾见过的模样。学长问我要不要一起出去走走，正合我意。我俩共持一把油伞，在青砖绿瓦的古镇中游走。他话不多，许多聊天的话题都是由我提起，他听得认真，回答的也一板一眼，像是在极力寻找一个标准答案。倒是有趣，也是可惜，我早已过了会动心的年纪。我与学长在下一站分道扬镳。此后，我又越过3座高山，踏过2条湖泊，再未见到他的身影。我与奶奶初冬出门，回来的时候已是夏末。奶奶脸上笑容多了许多，她拄着拐杖出门唠嗑，逢人就说她这段时间见过的辽阔山河。村里与奶奶年龄相仿的老人有好几个，纵使奶奶描述的词汇匮乏，他们无不流露出向往与羡慕的神色。也有人看不得奶奶高兴，茶余饭后总是意有所只问我婚姻的事。奶奶笑意僵在脸上，良久空余一声叹息。年轻人的事，咱们管不了，她摆手说道。挑起话头的老婆婆露出意味深长的眼神，这个话题这才算就此打住。在家休息了几天，我对人生开始有了新的规划。大学我学的是土木系，自己的课没学多好，农学课倒是没少蹭。乡下这种小镇，最多的就是土地，我承包了几亩地，想着种些花麦。后来的日子里，周苗又在微信上联系了我几次，话里话外都是在试探我是不是真的忘了他哥。我曾经那么深刻的爱过，这般洒脱离开，在他们眼里也不过是以退为进。在周医生身上浪费的时间多，花费的心思更多，离开的代价是牺牲那么多年的青春，成本确实有些大。那段时间，我包下的那几亩地正需要搭建塑料大棚，没空理他，也不想理他，后来也就不了了之。我没那么不识趣，最起码还是懂得及时止损。塑料大棚即将搭好时，我家迎来一个旧客。他坐在院子里跟奶奶说话，脊背笔直，夕阳洒落在他的侧颜上，柔和且清俊。似有所觉，学长侧眸看向我，他露出浅浅的笑，路过这里，便想着来看看你。我那颗死寂许久的心脏突然重重跳了一个节拍，片刻后又恢复如常。说来看看我的学长，一经住下后，再也不提离开的意思。他总是在每个清晨同我一起出门，带着他的相机，
跟在我后面边走边拍摄。有时候我走出很远，他还停住在原地，我便停下来等他。待到了地方，他调出拍摄的风景，同我一起看。晨起薄雾，袅袅炊烟，交织农田，错落有致，几家房屋隐在碧水青山间，小镇风景自别有一番滋味。恍然回神，我才发觉，不知何时我俩竟离得这般近，相视一眼，又慌乱地别开。我看到一丝薄红在学长耳间无声蔓延，我终于后知后觉地意识到了不对劲。于是，在花种破土而出那日，我约学长在花田的木屋里小酌。酒意上头时，我将这些年与周医生的那些纠葛全盘托出。学长微怔，他这般聪明，怎会听不懂我的言外之意？片刻后，他叹息一声。昏黄的灯光下，他目光灼灼地看着我。你不必说，我都知道，却不愿说他是怎么知道的。对周医生狂热的爱意褪去后，我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去爱别人的能力，但我知道不该是现在。夏末种下的花，初秋抽了新芽，在凛冬结出一个小小的花苞。学长的相机记录了它们的所有生长，他从一个想要走遍辽阔山河的旅游博主变成养殖博主，且乐在其中。习惯是种很可怕的东西，我却不得不承认，短短几个月的相处，我竟习惯了学长的陪伴。匆匆忙忙又是新年，立春那天，塑料棚里的玫瑰和月季同时开了花。我分不清玫瑰和月季，索性各摘一朵，捧在手心仔细观摩。学长无声凑了过来，他俯下身同我一起观察两种花的不同，离得太近，皂角的香味环绕在鼻息间，清爽好闻。我不知抽了风，突然问他：学长，你分得清玫瑰和月季吗？分得清玫瑰和月季，分得出我和他吗？长期在网络上冲浪的学长岂会听不出我的话外之意？他一怔，而后缓缓笑开了。李如阁从来都没有过他，只有你。他抬眸定定地看着我，黑眸里似氤氲着无边情意。在这一刻，万千花海竟不及他眉眼的好看。轰隆！我听到我高筑的心墙轰然倒塌时发出的巨响声。我并不是爱不起，在确定了自己的内心后，在3月底那天，我与学长确定了关系。我们的相处模式并没有因为关系的改变而转变，相处大半年，学长性格温和，一如初见。过了3月，我的花田彻底打开了线上线下的销路，再也没有出现滞销之类的问题。我父母在知晓我养花后，打来了电话，母亲声音尖锐且刺耳，她话里话外都在骂我没出息，这辈子也就只配烂在泥里。我不知道我的亲生父母为什么对我有着那么大的恶意，索性我也不再将他们放在心上。我平静地道：你们那么嫌弃我，今后就当从来没生过我吧。母亲尖锐的咆哮声戛然而止。父亲匆忙接过电话，斥责我年纪不小了，怎么还那么不懂事。我笑了，反正你们还有一个懂事的女儿，多我一个还真是多了。父亲叹息一声，说让我好好冷静冷静，便挂断了电话。我深呼吸一口带着花香的空气，转头便看着学长捧着满天星大步走来，他将满天星递给我，摸了摸鼻子，有些局促地问我可还喜欢。即使我情绪平静，他也敏锐地察觉到了我的不愉。我垂眸看花，恍然想起满天星的花语，默默守护，爱恋。犹记得从前，我与父母产生矛盾分歧时，周医生总是拧着眉头看我，甚至还会指责我脾气又臭又硬。我轻身抱住学长，他身体明显一僵，而后收紧了搭在我腰侧的手臂。我听到了他的心跳声，一声快过一声，突然就贪恋起了这份温暖。在一起第5年，我和学长的女儿满了3岁，9月份就可以读幼儿园了。因为户口的问题，学长要回 H 市一趟。本来我是不准备跟他一起去的，可闺蜜知道后，硬是撒娇卖萌让我去看看她。跟闺蜜2年多没见，我也着实有些想她，遂决定跟学长一起过去。到底正事要紧，来到 H 市后，我跟学长第一时间赶到了当地派出所，他去办理女儿户口的问题，因为要等很久，我索性牵着女儿在另一边的街道口闲逛。大概是到了陌生的地方，女儿好奇地四处看，连路都不愿走了，伸出手臂让抱。这个孩子被学长惯得有些娇气，稍有不如意便掉金豆子。我抱着他逛了一圈，在一个街口拐角处突然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，几乎下意识我抬脚想离开。下一秒，周医生抬头，他视线掠过我后，又猛然回头看过来。我俩隔空对视一线，我抱紧了怀里的女儿，面无表情地别开脸。最熟悉的陌生人，不过如是。余光瞥到周医生将手里抽了一半的烟按灭，而后大步向我走来。
我不欲与他有所牵扯，转身就想离开。周医生在后面喊我：“李如格。”我皱了皱眉，到底停住了脚步。周医生大步向我走来，他看了看我，又愣愣地看着我怀里的女儿，良久，才皱着眉头，带着指责的语气道：“女儿都快6岁了，怎么看起来那么瘦小？”哈，6岁？周医生不会觉得离婚后我还会独自一人生下他的孩子吧？大概是意识到了危险，女儿瘦弱的手臂紧紧抱住我的脖子，她将小脑袋埋在我的肩头，闷声叫着爸爸。我安抚似的轻轻拍拍她的后背，继而看向周医生，6年不见，他变化并不大。再次相见，我们没有客套好久不见，也没有相见生厌。我对他的喜欢和怨憎早已在6年的时光里尽数消散。周医生抬眸看我一眼，视线再次落在女儿身上，他面色有些复杂，眼眸半垂，神色难辨。结合他刚才的言论，我能猜到他的想法，无非是觉得我的女儿是当年流掉的那个孩子。如此说来，也就是他到底还是知道了那个孩子的存在，且6年未做出任何表态。不愧是他周医生。我突然有些想笑，笑意还未扯起，浓浓的悲哀便席卷心头。瞧瞧，我当初眼瞎到了何等地步！沉默片刻，周医生向前走了一小步，你……他的话被另一道声音打断。阿阮。女儿听到这道声音，瞬间来了精神，她噌地抬起小脑袋，对着出现在街道口的学长喊爸爸。学长视线在周医生身上停留片刻，而后大步向我走来。他冲周医生点了下头，伸手从我怀里接过女儿，女儿乖顺地偎在他肩头，见或奶声奶气地喊几声爸爸。学长摸着他的小脑袋，笑容极其宠溺。余光瞥到周医生满是惊诧错愕之色，他应当认得学长。我心底莫名涌上一股痛快的情绪，淡淡道：“我女儿刚满3岁。”周医生眼里的那抹看到我女儿时溢出的光，缓缓碎裂开来。周医生，大梦6年，也该醒了。学长哄了女儿一会，又看向我。他单手抱着女儿，另一只手伸过来牵我的手，走吧。我点头，自然地牵住他的手。我俩转身刚走出几步，迎面又遇到一个熟人，秦若。读书时他成绩优异，是周医生学生生涯中最大的对手。我记得他和周医生曾相见两讨厌。在学校里，他和周医生俩人除了一起参加竞赛，似乎也没有过什么交集，即使迎面遇到，也是相互嫌弃的别开眼不看对方。秦若看到我时明显也是一愣，继而不自然地抿了下唇角，避开我的视线，看向他右手边。他右手牵着一个6、7岁左右的男童，那个男童在看到周医生时挣开他的手，嘴里叫着爸爸，向周医生跑去。哦，原来如此啊！在这一瞬，我还有什么不能明白的？我回头看了眼周医生，周医生唇角嗫嚅几下，别过头去，不敢同我对视。学长拉我手的力道紧了紧，我若无其事地回过头，跟他一起继续往前走。跟秦若错身而过时，我听到了他的声音：“如格，恭喜啊！”我一怔，继而冷笑出声：“还得谢你成全。”啊，曾介入我婚姻的小三，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装出虚情假意的模样？弃我去者，昨日之日不可留。从 H 市回来后，我们一家3口的生活又恢复平淡充实中，夹带着甜意。半个月后的某一天，我在修剪花枝时抬头，看到学长抱着女儿，脸色阴沉地看向窗外。他为人向来温和，相处多年，我还是第一次从他脸上看到这种表情。我顺着他的视线看去，窗外不知何时站了一个熟悉的身影。周医生正站在院子里跟奶奶说话，眼睛却一直看向窗户这边。难怪学长脸色这般难看，可周医生突然来这里做什么？学长安抚好女儿后，侧手看我一眼，留下一句你别出去，说罢自己便推门走了出去。我透过窗户看到他跟周医生在交谈，两个年纪相仿的青年身上透着不同的气质，各有千秋。我掠过周医生看向学长，视线一经落下，竟再也移不开。这般剑拔弩张，浑身充满敌意的学长是我从来不曾见过的模样。我多看了他一会，自己都没意识到弯了唇角。学长推门进屋时，我嘴角的笑意还没来得及收回，他明显一愣，眼眸深了几深，意味不明地问我这般高兴。知他误会了我的意思，我坦然解释，我从不曾见过你对谁的敌意这般大。学长闻言脸色稍霁，他将玩积木的女儿拎起，隔着女儿将我揽进怀里，耳朵传来他的声音，去跟他说清楚吧。顿了一顿，他又道，别犯浑。我站在院子里的葡萄藤下，跟周医生面对面站着。短短半个月的时间不见，他看上去憔悴了不少，许是来得匆忙，
竟连胡茬都没有剃干净，衣服也有好几处添了褶皱。这不是我印象中的周医生会有的模样。他看着我，也不说话，空气中一阵静默。奶奶大抵受不了这种氛围，拄着拐杖站起身，只说院子里有点闷，她想出去走走。等奶奶走远了，我才率先打破沉默，问道：周医生，虽然过去那么多年了，但我一直都有个问题想问问你。周医生死寂的眸里复又燃起一丝希意，我猜他约莫是以为我要问他有没有爱过我。啊，肤浅。周医生清了清嗓音，开口时还是难掩嘶哑。你说。我看到窗户处的高瘦身影扬了扬唇角，逼近一步低声问道：偷吃的，香吗？周医生愣在原地，脸上表情寸寸皲裂，嘴角嗫嚅几次，再不曾吐出一个字来。一种名为痛快的东西冲上心头。周医生握住藤架的指骨泛着青白色。对不起，他说出了迟了6年的道歉，又道：我以为，余下的话竟是再也说不出口。以为什么？以为我爱他至深，便是离婚也会独自一人生下他的孩子，含辛茹苦地抚养长大。可是周医生啊，这世上并没有谁生来就是欠谁的，都过了而立之年，你怎么还不明白？我不语，目光淡漠地看着他。周医生与我对视，他双眼布满了红血丝，末了留下一句：李如阁，你多半是不信的，可我真的后悔了。我一怔，继而缓缓笑了。那又如何呢？没有人比我更清楚，周医生并不是真正的后悔，他只是看到我离开他后过得并不差，甚至比跟他在一起时还要幸福，他心里觉得不舒服而已。换而言之，就算周医生真的后悔了，又怎样呢？他凭什么在伤害了我之后，时隔数年，又跑到我面前跟我说后悔？别在我面前提什么浪子回头，我这辈子最瞧不起的就是浪子回头。6年不见，周医生还能心安理得的以为我会生下那个孩子，依仗的不过是我曾经对他独一无二的偏爱。等到真正意识到失去，他心里接受不了也是一种必然。我终究比他豁达，并无意与他多做交谈，言语中只催促着他早些离开。周医生离开了我家，却没离开这个小镇。他在镇上找了一家旅馆住下，每日清晨都会站在远处远远地看着我这边的方向。学长脸色一日比一日阴沉，却尽量不在我和女儿面前露出情绪。终于有一天，学长在夜半趁我熟睡之际，轻手轻脚地穿衣出门。等他走后，我起身偷偷跟了上去。果不其然，学长约见了周医生。我蹲在窗户下，偷听他们说话。一阵静默后，周医生先开口：在来这里之前，秦若已经全都告诉我了，我跟他再次见面，其中原有你的手笔。我心下一惊，又快速平复下来。哦，让周医生崩溃的原来是这个点。学长不语，又听周医生咬牙切齿道：真是好手段啊。又是一阵沉默。我悄悄站起身，透过窗户留下的缝隙向屋里看去。那又如何？学长站在白炽灯的阴影下，我这个角度看不清他的表情，只听到他清冷的声音：爱情本就是要靠自己争取，不是吗？学长声音里满是讽刺。我18岁开始喜欢李如阁，28岁更喜欢他，如今32岁对他的喜欢始终只增不减。而你不同，你骨子里就有着不安分的基因，倘若当初没有秦若，日后也会有赵若、李若。李如阁跟你在一起如同水深火热，机会摆在我眼前，我为什么不能争取？那李如阁如果知道了呢？周医生声音里隐含期待。李如阁如果知道了你曾经算计他的婚姻，你敢保证他心里就不会有芥蒂吗？有一瞬间，学长走出了黑暗的阴影，他脸上表情晦暗不明。下一刻，他复又隐在黑暗里。次日，再次看到周医生时，我向着他走了过去。在他开口之前，我开门见山：你们昨晚说的话，我都听到了。周医生眼里蹦出一丝蜥蜴的光来，他抿了抿唇：如阁，我和秦若之前并没有，一切都是。我态度冷硬地打断他：之前咱们的婚姻本就不幸福，你对我不曾上过心，你父母包括你妹妹更是认为我嫁给你是高攀，从不曾接受过我。离婚6年，你我已各自有了新的家庭，你突然不远万里跑来找我，对得起。我止住话头，冷笑：周医生，到底夫妻一场，别让我看不起你。周医生眼里最后一丝光彻底熄灭。缘分到头，好聚好散。我将周医生说过的话原封不动地还他。远处，学长抱着女儿在冲我招手，我扬起唇角，越过周医生，大步向他们走去。女儿在中间，我和学长对视一眼，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。我们一左一右牵着女儿的小手向花田深处慢慢走。
阳光依旧灿烂，所有的日子依旧美好。一段婚姻的终结并不是不幸，而是迈向下一站幸福的开始。生而为人，总会遇到这式各样的艰难险阻，你只需秉持初心不变。会有人愿意穿过层层迷雾，奔你而来。番外，周医生。刺眼的阳光透过窗户照在眼睛上，我从宿醉中醒来，只觉头痛欲裂。偏枕头边的手机还在不识趣地响着，秦若两个字反复在屏幕上跳动，一股烦躁从心头而起，我将手机重重摔在墙上，四分五裂。世界归于平静。我捏了捏眉心，李如格说的那些话仍在耳边回荡，一字一句无不是在与我撇清关系。明明是我曾说过的话，可他将这些话还给我时，我才知道字字诛心。离婚6年，我们各自有了家庭，不该互相打扰的，可控制不住。没见到他时，即使后来知道了我和他可能还有一个孩子，我萌生过去找他的念头，到底也不曾付出过行动。我知道李如格喜欢我，很喜欢很喜欢，被喜欢的那个总是有恃无恐，我犯错在先又怎样，依旧有恃无恐。直到6年后再次见到李如格，看到了站在他身边的裴怀之，或许该叫他苏怀之。没有人知道我曾经那见不得人的心思，更不会有人知道，最先是因为知道苏怀之对李如格有些喜欢，我才先一步巧合地出现在李如格身边。我想不通，高傲如苏怀之，怎么会娶一个离过婚的女人？我认识苏怀之的那年，他还姓裴，随父姓。裴怀之成绩好，待人温和有礼，他仅比我大1岁，却是那片区域大部分家长口中别人家的孩子，包括我的父母。初时，我对裴怀之仅仅是邻家哥哥，我不同于别的伙伴那样喜欢他，也并不讨厌他。直到某日，父亲看着玩闹了一天，浑身汗津津的我摇头叹息，他说的那句话我至今清楚记得，你要是能像怀之那样懂事就好了。这是我第一次从严肃刻板的父亲口中听到他夸人，那个人不是我。嫉妒的情绪在我不知道的时候悄悄滋生，且在母亲羡慕地对裴怀之母亲夸赞怀之成绩优异，妹妹对裴怀之说怀之哥哥你真好，比我哥哥还要好时，嫉妒的情绪无限蔓延开来。我开始关注起裴怀之，才发现他生活很是单一，除了学习便是养花养猫。他喜欢坐在花园的树下看书，上身隐在树荫下，双腿沐浴在阳光中，那只橘色的胖猫趴在他怀里，懒洋洋地眯着眼睛睡觉。阳光、鲜花、少年、胖菊、树荫下，怎么看怎么美好。那般安静且乖巧的少年，怪不得深的长辈们喜欢。我收敛了性子，开始有意无意地向裴怀之学习，学习他的脾性，学习他的穿着。我自己都知道，我就像个冒牌货一样，一边厌恶这样的自己，一边又控制不住地继续模仿。直到我16岁那一年，那年裴怀之17岁。放学回去的路上，裴怀之看到了一只爬上树又不敢下来的小梨花猫。身量高挑的少年似是担忧吓到那只小梨花猫，他脱下外套半举在空中，示意狸猫花跳下来，他接得住。小梨花猫着急地直叫，他不敢跳下来。一人一猫陷入僵持，我对此嗤之以鼻，觉得裴怀之同情心过于泛滥了些。大约过去10来分钟，小梨花猫终是跳了下来，裴怀之接了个满怀。我并不知道这一幕被路人记录在了相机里。后来晚走一步的我看到了小梨花猫的主人，是个清秀的小姑娘。许是我与裴怀之背影过于相像的缘故，梨花猫的主人认错了人，他跑来跟我道谢。16、17岁的小姑娘，眼神清澈，一望到底。可我无意揽下不属于我的功劳，我自认还没卑劣到这般程度。直到有一日，我在篮球场看到那个小姑娘给打完篮球的裴怀之递过去一瓶矿泉水。裴怀之接过水，盯着他的背影看了一会儿，他眼睛快速眨了2下，嘴角略微上扬。可能我比裴怀之了解自己还要了解他，我知道那是他感兴趣或者说喜欢的表现。那么多年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裴怀之对异性感兴趣，抢过裴怀之喜欢的人。卑劣的情绪抑制不住地从心头而起，一发不可收拾。跟李如格在一起比我想象中的还要顺利，期间我不止一次看到过裴怀之失落的眼神，这也使我更加坚定了跟李如格在一起的决心。终于在裴怀之18岁那一年，裴父流落在外的私生子找上门来。裴怀之的母亲性子刚烈得很，她哪里忍得下这口气，但良好的教养也使得她干不出来骂街这种事。裴母带着裴怀之离开了裴家，我终于不用再活在他的阴影之下。不知出于什么原因，我并没有跟李如格分手。他性格很好，比我想象中的有趣许多，活了17、18年，
她是我第一个接触的女孩子。我早已分不清我对她的感情是真的还是出自于当初赌的那一口气。几乎是顺理成章，毕业后我俩领了结婚证。开始那段时间，我是真的抱着想跟李如格过一辈子的心思的。后来为什么改变的，我也不愿去想。到底是我对他不起，离婚后本就男婚女嫁各不相干，所以我又是为什么追到这里来呢？或许真如李如格所说，便是离婚，我也不想看到他和别的男人在一起，更何况那个人是我曾处心积虑避开的裴怀志。在我准备回去的前一天，秦若和我妹妹一起找了过来，他们没有找到我，于是顺理成章地找上了李如格。我妹妹在李如格面前跋扈惯了，我赶到时，她正在辱骂李如格，字字句句都是在嘲讽他上不得台面，离婚后还不要脸地介入别人的家庭。李如格神色没有丝毫变化，他淡淡地瞥了我妹妹和秦若一眼，家里的狗链子拴不住你们了，跑到别人家门口乱吠什么？我妹妹脸色难看到极点，不待她开口，李如格突然笑了下，他看向秦若，你躲在后面装什么圣母？谁才是介入别人家庭的那个贱货？你不是最清楚吗？秦若脸色难看至极。李如格看到了站在他们身后的我，他叹息一声，似乎觉得跟他们争执是件很没有意义的事。这世间本就因果循环，屡试不爽。秦若，不管你信不信，我当初经受的痛苦，今后你必然会再痛10倍尝试个遍。秦若背对着我，我看不清他的表情。李如格挥手下逐客令，周医生，你带他们离开这吧，我这辈子都不想再看到你们。裴怀之牵着他的手消失在万紫千红的花海里。我看着他们渐行渐远的背影，心头酸涩难忍。秦若沉着脸向我走来，他想将在李如格那儿受的气撒在我身上。怎么，还乐不思蜀了？我瞥他一眼，想起了他在我和李如格婚姻期间的蓄意出现。我那卑劣的冒认救猫主人的心思，是他跟裴怀之坦白了个遍。厌恶的感觉在心头挥之不去，我转头离去。为了当初赌的那一口气，我丢了陪我走过整个青春的小姑娘。我这一生终究还是输给了裴怀之，从此永失所爱。这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看。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就给我点赞订阅一下吧。衷心祝您吉祥如意，万事顺心。